大家好，欢迎收听拌饭。这是一档记录好友之间最真实、最有化学反应的播客节目。我是主持人第七叶。本期拌饭将带你走进韩国，3位好友将围绕夜店、医美展开一场关于刻板印象与真实体验的分享。节目后还有录制的讨论彩蛋，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开始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2位新朋友跟老朋友。然后首先是可乐，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可乐。然后就是第一次来参加，然后就是也参加了我们拌饭第一次3个人一起录制的彤彤。大家好，我是彤彤。好，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我们对韩国的一些刻板印象和被打破的刻板印象。那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可乐刚从韩国旅游回来，对，然后想听一下你最新鲜的一手印象，这个就是可乐今天的一个重点要分享的。对，重点要分享的。彤彤的话就是他是我们3个人当中对韩国最了解的一个，韩语说的也非常好啊，韩国通啊。然后对韩国的一些什么特产啊，比如说美容美容美发啊，了如指掌。然后我的话，我来参加这个节目主要是因为这节目是我的。那我其实我本人对韩国，我也去过韩国旅游1次，但是我对韩国呢，就是可能会得罪一些喜欢韩国的朋友，就对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见。但我去完那个韩国旅游回来之后呢，发现韩国也有一些。就是也有些偏见是被打破了的，明白。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也没有大纲，今天这一期也没有大纲，我们就随便的聊韩国的这个什么吃喝玩乐，对韩国的一些印象，明白啊？好，那行，你可以开始了，可乐。我们今天见面已经憋了很久，没有聊了，就为了说录制的时候，是。你是第一次去韩国吗？对，我快30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去韩国。对，因为实话说，我其实没打算去韩国，虽然离得很近啊，主要是这一次去是因为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说要去韩国做医美，他说你要不要去试一下韩国的土特产。对，所以我在想的话，因为我对韩国其实刚开始实话说，我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在网上收集到的大多数的信息都是小韩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一些很不好，有一些很不好听的对于韩女或者韩男的一些评价。对，那了解到这些资讯之后，其实然后我们又了解了，比如说韩国可能它的历史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从中国本土发源过去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 OK，他们很多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有历史感，那为什么要过去玩？因为我是本人的话是很喜欢去逛什么博物馆什么历史博物馆这种东西的。但是如果那边没有，只是纯粹去购物，去做美容的话，可能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次我朋友就告诉我说 OK，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然后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东西，有很多东西很便宜。我就说 OK 啊，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去了。不过确实有打破我很多关于韩国的刻板印象。所以说你这次去就已经是抱着一个我要去美容无所谓，你的期盼没有那么的高。对，就是我的期待值降到无法可降。就是我只要不破口大骂。而且还有一点，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到韩国那一刻，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是不是那个过关？对，那个过关等了，我至少等了快1个小时。我告诉你，我比你更恐怖。我先等了40分钟，在一个 queue 上面，对，我等了40分钟，然后那个 staff 跟我说，你们去另外一个排队。他说我觉得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要下班或者怎么样，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口去排队，然后我又重新等了40分钟。所以我在进之前，我就跟我身边的人，我就一直在吐槽，我说其他很多人，因为我们排队的都是外国人，我就说这个地方真是不可理喻。我说我作为一个游客，我刚进来我就这样子很不好的体验了，肯定会非常的不爽。我说我整个
我就直接说，my journey is totally a disaster right now。对，所以我对他开门雷击，对，开门雷击，就是我刚开始的期待值已经到负数了，可能，对，就很差的体验。是，事情我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安排，因为我当时去也是跟你遇到了一样的情况，那个时候是刚疫情完，然后呢，我跟我朋友他是就有点像彤彤这样子，其实是对韩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看很多韩国的综艺节目，他觉得韩国的综艺节目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像他喜欢看那个 Running Man 嘛，然后所以他就是说陪他度过了很多孤单的时刻，然后所以他想去录制的那个韩国的首尔的一些各个景点去看嘛，然后我就陪他去。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让我出去玩，去哪里都可以。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了韩国，然后也是遇到了一样的这个入境，就开始把我对韩国的这个评分就开始往下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入境之前，可能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说，OK，我这趟旅行算是糟透了，我就不该来一次。彤彤呢？你记得你第一次去韩国吗？我还好哦，我去的那一天可能人不是很多，我感觉我过关的时候特别快，特别顺畅。他是不是知道咱们对他的这个印象是怎么样的？通过我们的面部表情是吗？就是你印象已经不好了，那你就不要来了。你更差也没事。那你就更差一点吧。这个地方我再提一点，可能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心情好了，我过关就很快。有个人情绪。对。你是几点钟过关？我是大概下午5、6点的时候。我差不多。我是晚上。再晚一点。可能我那个 timing 比较晚一点，然后人就比较少一点，就反而对。然后出去到外面以后，就直接买那种车的票，其实还挺方便的。对。但土是真的很土。土是指什么？城市基础线设计。明白。那么我觉得首尔好像你是不是去的太早了？太早，你就是说基建还没有很好的时候。人家也没这么大。2024年6月，就那次觉得土吗？我感觉首尔还算现代。我觉得还可以。真的吗？实话说，我还可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蛮新的。但是我感觉它就没有那种深圳或者上海带给你的那种冲击感。我懂你的意思。可能会有。就算你去到江南也是。江南，我知道那个站点那个地方。对。我感觉还行，江南附近还可以。还可以。就可能只有那条街，那条什么林荫道还是什么那条有很多名牌，那条街就很 fancy 哈。但是除开那个以外，其他建筑我觉得也可能是它建筑比较老。其实老也不一定是坏事。对，反而你会。我觉得就还是我们去旅游时候的一个期望值。比如说，你如果是想去看，就是有人文历史的这种建筑的话，你就会想说，我看旧一点好了。不然的话，其实各个城市它的 CBD 都长一个样就是那种繁华的大厦，其实看久了也没意思。我聊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的期待值拉到最低之后，我慢慢找回一些期待值。首先是因为那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其实是2波，他是台湾人，他是比我更晚，大概是8点钟的时候入境，他也等了1个多小时，一视同仁。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很快速入境的方法，然后你要申请什么东西，结果他也等了1个多小时，所以我就说 OK。韩国平等的对待所有人。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入境的这个小插曲对我来说影响蛮大，就是影响到我对于它的一个整体的印象。会的，对，会的。就是按照那反正你那个时候到的是晚上嘛，你可以从夜生活、夜市。对。行，那咱们先聊聊这个韩国的夜生活。我这次主要去的是，如果是夜生活的话，主要是去2个地方，一个就是梨泰院，就是喝酒，然后第2个的话就是弘大吃东西，吃夜市比较多。对。然后如果是梨泰院，我是去了2晚。
一个是周五，一个是周六，应该其他时间都比较荒凉。对，据我朋友说的是比较荒凉。我跟我朋友去梨泰院的时候，就是下午5、6点钟的时候去的时候，没东西。我们去到那个梨泰院那个地方，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这是不是走错了？怎么如此的荒芜？因为我问了朋友，他们就说大概去梨泰院你是1点钟再去玩到3点，差不多是最好的时段，就是人是比较 OK 的，尤其是周五到周六的时候。对，但是你可以去早一点，比如说12点去也是 OK，或者11点去也是 OK。但是我第一天晚上去的时候是11点，跟我一个朋友去，我们去喝酒。没多少人，11点去的时候没多少人，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在想的话，如果在香港，11点应该人满为患了吧？要收摊了吧？结果没想到他们就说 OK， 我们的夜生活才开始。他们夜生活开得好晚，对。那去韩国那个夜店，你们觉得年轻人多吗？就是大概什么年龄的年轻人？就是那种大学生，还是说已经出来工作，刚开始出来工作的，还是说就是那种30多的？我感觉看地区，就是你如果在弘大的夜店，那绝对都是大学生。对，因为弘大它附近就是韩国的那几个大学城。然后梨泰院的话，反而是外国人很多，对，外国人游客，东南亚人啊，东南亚人，外国人很多，欧洲人啊，对，什么美国人。然后呢，如果你去江南，就有很多那种有钱人、富二代啊，或者说那种刚赚到钱30。那像普通的打工人呢，他们去夜店吗？我感觉也去，但是因为韩国他们有那种很奇怪的规则，就是说你要不然就出钱，你要不然就出外貌。对，他们也有那种所谓什么卡颜局，有，就是如果你很好看，你进去他甚至不收你的门票。对啊，他肯定还巴不得让你进来吸引流量。对，但你如果一般，或者说你的年龄超过了，他们有一些夜店他会卡年龄，卡23、卡25，然后你过了那个年龄坎，他就不让你进。他看了你 ID 就跟你说，现在不能买票。梨泰院这个东西很多，我们看到很多酒吧都会有类似于像彤彤说的这种，卡颜或者是卡年龄的，因为我们必须随身带我的护照。因为我的有一个外国朋友，他是美国人，他没有带他的护照，然后他就被卡了。没事，就是我在梨泰院感觉是因为在那边的话，确实有很多外国人在。另外的话，可能是我去的那个 bar 的关系，也有很多的本地的学生。梨泰院还是偏年轻，对，很年轻，大学生比较多。然后基本上我感觉年龄层都在20到40岁之间，之间的这种。然后大部分应该可能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的，对。那其实感觉非常年轻。那其实感觉他就其实跟咱们年纪差不多，对，差不多。但他们消费力还蛮强的，一般还可以。我感觉肯定没有江南区高。但是它不一样嘛。那你去梨泰院的 bar， 你可能很多是点一杯这样，就是点了杯喝的，就可以喝聊一晚上。都是开瓶、对，开台，像国内那种超贵的那种。然后有那种辣妹局的牌子，有，然后就哇，香槟啊，好纸醉金迷哦。是。江南这种就比较多，对。梨泰院我们也有，我们去了3个吧，有一个吧大概就是类似于彤彤说的这种，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被卡了嘛，他就多付了钱买了。对，就是那你就是说你要多付点钱嘛？对，你就要氪金，他大概花了2000块吧。2000港币，是要我感觉消费应该还是最便宜的那种，还是最便宜的平。对，我没怎么去过这种夜店，我感觉哇。那你们觉得就是比如说去国外的这种夜生活跟国内的夜生活，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其实大家想进去得到的那种快乐快感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就是我觉得韩国就介于中国和欧洲那边的中间，就是它既有那种哇，大家一群人那种都在一个舞池里面蹦啊，然后拿杯酒啊，反正就完全自由。然后也有那种卡座的，就是你点自己几个朋友一个套餐一瓶酒，然后就一群人这样卡座坐的这种，它都有。但是国内基本都是卡座，对，就没有那种什么陌生人之间破冰的文化。国内的话，我乱说的，这可能也有，但大家就是事先组好的局，然后大家再一起去的，然后对大家的 A 啊什么之类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在国外，就很少有那种夜店，它会设计成有卡座的位置，大家都站着，全部都站着。是，然后你要点酒，你就去吧台。对，我觉得这一点我比较感同身受，是这一次去法国那一次，就是有去那边的 bar，然后就感觉确实就像彤彤说的，就是大家去那边就是喝酒，有可能没有说就是几个人一起组队去的蛮少，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嗨，然后你就可以认识其他人去聊天这种，对。然后韩国这边确实几乎我遇见的都是至少2个人。组在一起过去，会结伴一起。然后我的朋友，他结伴是指有那种 wingman 吗？就是我去泡仔，然后你给我打辅助。有可能，有可能，大家之间会有一种 support 的那种，会协议在，有协议在。但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因为我这次跟我一个台湾朋友去，然后他是完全不喝酒的，他是完全不喝酒，就是我是贼能喝，现在已经变成贼能喝了，已经进化了。现在好像我比韩国人好像是能喝的，他们韩国人也已经蛮能喝的了，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还好。就是他们已经醉了的时候，我觉得哇，真逊男，真的是什么 What the fuck? What's wrong with you guys? 好，就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我对我自己酒量还是不自信的。你在韩国找自信？对，我觉得韩国现在找到了自信。天哪！对，类似于这样子。所以我们跟我的朋友就是说，就是我们互相照顾自己，互相照顾对方。就是比如说我要，其实只有他照顾你，只有他照顾我，他又不喝酒，他照顾什么？但是我在那边，我其实认识其他朋友嘛，包括韩国朋友嘛，我就说 OK， 那你先回去，但是你保留我的电话。他跟我说，他说你保留我的电话，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你一定要 call 我，因为他确实就是说。出门在外，就是对担心有个安全，就是比如说你真的回来了，你要跟我说，对，有点像你说的这种，就2个人结伴可能会有这种安全的问题存在，就是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结伴过去。那你们在韩国，比如说夜店里面，就是夜店里面的那些韩国人，你们有一般就是怎么跟他们聊呢？就是说，推荐一下首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还是聊什么呢？我觉得男的女的体验应该非常不一样。对，那咱们听一下女生视角。我觉得韩男就是很激进的类型，就是很直接，他不会跟你聊一些很虚，上来就怎么来一局，这种不是他就是会，就是慢慢的有肢体接触啊那种。当然，他这里就是可能就先在你耳边说话啊，然后他如果看你不抵抗的话，对吧？他会牵你说你要去跳舞吗？什么？然后他就会跟你聊一些很没有营养的东西，什么说你喜欢吃什么啊？什么？反正就讲这种没有营养的话，这种没有营养的话都是没有用，就是他也不会过脑。他只是说为了逢场作戏，拉近一下关系。对，然后等一下在里面酒，他可能就问你说你想要出去透气吗？什么？就是已经开始就对，有那个想法。我觉得好直接，韩男会主动跟你搭讪的都是这种。OK， 但我觉得好像在夜店里面你是要主动一点。对，才有这种，我觉得是有可能性故事的发生。对，除非说反过来，你看到哪个男生你感兴趣，然后你主动去跟他交流，可能反而会
好一点，就是不是说他主动来找你的那种就会攻击性强一点。明白？对，我是你的亲身经历，但我全部就是打妹是日语，韩文应该怎么讲？你看，Mary， 有人直接你好会，直接上结婚牌。对呀，因为你要解释很多很麻烦。他们会信吗？你看起来这么年轻，他们就笑一笑之类那种，但因为他们不会强求啦，他们也不会说就是硬拉你。对啊，那蛮直接的。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想找一个 one night stand partner， 对 one night partner， 对对啊，我觉得是，所以你不行，他就马上换下一个。对。真人刷 Tinder 啊，这是真人左右，真人版探探。对，天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些，就是因为我去那边喝的话，就是我真的就是去放松，去喝酒。爱酒人士是这样的。是啊，我也是嘛。你们两个单纯只是想喝酒，然后就是去那边的话，就基本上男生会更主动，就是接近身边的女生啊，然后去聊那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因为我去那个吧，我去的第二个吧的话，环境很好，就是说很适合跳舞。然后因为我那个外国的朋友他有点了很多酒嘛，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喝酒。他会去寻找猎物，会就是尤其是你有一个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invite别人，对，来你。这种自己也是一种就是夜店文化，对。那你会说啊，那你来喝吗？就是大家一起喝，大家一起玩啊，这样子。对。但这种有时候也有坏人，对，但也有正常人嘛。有。那你们去这种比如说外国的酒吧，你会不会很想就是跟当地的人去聊天呢？因为你想想看，你去韩国首尔，你找一个来韩国首尔的老外聊天，好像不是你来韩国的本意。对，你应该想说我接触一下本地人嘛。有，因为其实我在那个酒吧的话，就是我们不是坐下来之后开始喝酒，开始跳舞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时候的话就会有附近就会有一些韩国人。那比如说我们就会 OK 有一些 good looking guys， 对，然后就会把他们邀请进来。对，你的重点为什么是在 guys 上？不是你不是要找美眉吗？所有人都邀请过来，都邀请过来，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他好像点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把酒点的太多，还是人酒点的太多，然后我就邀请了一个附近一个，因为一个女生她跳得很好，我就说你邀请她过来玩，过来一起玩。然后我这个朋友他也邀请了其他的男生女生一起过来玩，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临时组了一个局一样子，大家就一起聊。然后我们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比如说那个男生，就韩国那些男生，他们就会邀请更多的人，对，拉进来。但是我这个搞得像传销一样。然后我这个外国朋友就有点不开心，他有点不开心。为什么？因为就有点像你在花别人的钱，然后装作是自己的台借花献佛。对，因为新拉这个人他又不知道说这个台到底是谁开的嘛。对，因为我就跟这个旁边女生我说我的这个朋友他是组这个局的人，对，因为他会说 thank you 嘛，然后我就说其实是他来组局，然后他就会跟他说 thank you， 然后其他人就没有说，而且他们是用韩文在交流，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反而有点像被排外。对，所以我这个朋友其实有一点 piece off， 就是有点感觉，哇，这些人有点像过来白吃白喝的，对，有食有拎。而且我告诉你们呢，就是我朋友就去问他们。就是这个外国朋友，就是问他们，他说，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bar 推荐给我们，就是我们能不能去玩？就是这一局结束之后，比如说可能1个小时之后，我们去另外的 bar， 他们没有说，他说 we have no suggestions。那蛮 so mean 哦，因为我觉得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比如说我去欧洲的那些酒吧的话，就是我可以拿着一杯酒到处走。
对到处聊天逛，到处找人聊文化的天。问题我觉得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首先就是你就围在那边，就大家都是围在那边，就是你想出去，除非你去上厕所，类似这样的。然后要不然你就是局限在那边。好像大家都是在一堆人里面玩，就是跟自己相熟的人玩，对比较少说我想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对对对对对，很难。很难，所以就有点像是我在那边认识韩国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比如说我可能认识一个韩国的朋友，然后我们认识了，然后我介绍给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没有那么大的随机性，没有那么大随机性。